那我们准备一个4尺调平的纸啊，今天又画一个调平，4尺调平啊，4尺调平是34.5乘以138，34.5乘以138，然后还是一样的，找到一个中线的位置，大概这个是中线的位置。我们今天从这里出一些这种老枝干上来啊，出这种老枝干上来。老枝干的一条肯定是不够的，我们要画2条，出2条这个老枝干上来。老枝干上面又有一些这种小的枝干穿插，有小的枝干去穿插，然后又上来，这枝干也去上来，然后这个花就长在这些上面这一块，一串、2串、3串，上面可以再来一串小的，像这个地方也可以再来一串，这下面也可以掉小的一串。大概是这样子哈，这里是藤，这一块是花，这一块是花，这些地方可以来一些小的花。这一组的就很密的，这一组这一块就主要的花就在还是主要的花还是在这一块，这一块会有很多很密的一些花，大概是这样子哈，大概构思这样子的。待会儿看着这个画面再看情况啊，但是画着画着说不定就变了啊。那我们画这个花的颜色，我们用这个太青蓝、玫瑰红、还有胭脂，还有这个藤黄，还有太白。好，这个是花所有要用的，画这个花要用的颜色。那其他的叶子和牡丹花的叶子是一样的，老叶子是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，太青蓝加藤黄加墨也可以。然后嫩叶还是一样，三绿加藤黄、朱标，然后胭脂。跟牡丹花的叶子是一样的，就是花用的是这几种颜色。按照刚刚的那个构图，我们先把这个纸折一下啊，折一下中线的位置，中间稍微的折一下印子，我们可以这样子，因为纸比较长，怕你分不出来这个花长在哪里，所以我们折一条中线，这样子好去布局一些。那我们把镜头拉高一点，我们先画藤，好不好？这一幅的话，我们先把这个藤画出来。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幅的话，你看这个藤从这里出来，我们先把这个藤画出来。好，我们来先画几个这个老枝干。老枝干的话，我们就先把笔稍微的洗一下笔，里面是有一点点水分，不要有太多水分了，留一点水分啊。笔洗了之后，笔肚里面留有一点水分，但是不要太多水，你看这水你是掉不下来、甩不下来这种水分就可以了，不要有太多，笔洗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笔肚里面有少量的水分，然后笔尖直接蘸这个墨啊，蘸这个浓墨，来蘸一下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调，而且这个笔不用去调它，就让它散起来。它是调完是怎样的形状，我们就用怎样的形状去画啊。可以从上面到下面，也可以从下面到上面。好，这样子一笔下来，然后再蘸一点墨，上去然后又下来这一条。我们这个藤画完之后，我们最后还要去调整啊。有一条比较直的，有一条又比较弯一点的。啊，笔上加点水。
好，有一条从这里走过来，从这里再上去一条。好，这一条就直接上来，上到哪里去我们先不管它，要有曲有直。这个藤画完之后，到最后我们还要去调整它。看看我们再从哪里再来一条。好，让它多一点，让它细节会更多、更丰富一些。这些藤它会有一条这种曲的，有一条曲的，我们旁边再来一条直的。从哪里出来？看一下，从哪里长出来？好，我们就先不管它上面是怎样的，我们先把它画上去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小的细节，破一下这一个大的空。那我们这个藤先画了之后，我们先把它可以调整一下，这个藤需要调整。用浓一点的墨去调整它。等我们干一点的时候再去调整可以，或者是我们等它干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到后面再去调整它。前面我们稍微的把它调整一下。有些地方我们画一下这种藤的这种扭曲的这种状态，表达一下就可以了。这种老藤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然后等它干哈，等它干了之后，我们再去调整它。我们先把这些藤先就放在这里，就不管它，我们再画上面的这些花，画上面的花。好，我们把花就画在这个上面这一块，这个藤上面的这一块，就在这个地方画到这一块。那我们换这个画花的这支笔，把这个画花的颜色放出来。花的颜色我们用这个玫瑰红。玫瑰红、太青蓝，还有这个胭脂。太白和藤黄是要用的。好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
还是一样，把笔洗一下，洗一下。我们调这个，先我们画紫藤的时候，从这一串紫藤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设计的这个构图，就是这里会有一串的这个紫藤啊，一堆紫藤。那么画紫藤的时候，我们从这个紫藤的下面这个小花苞往上画，就是颜色会越来越浅，好，我们先调水分少一点点。现在笔上水分不要太多。如果你水分太多了，你画下面的这个花苞，它那个花苞就会画的很大个。我们下面那个花苞要比较小一点点。来调一点胭脂，调点胭脂。我们最下面这个花苞是颜色最深的，所以我们要调胭脂啊。来看一下这个距离。第一串花，我们离这个藤有多远？不要画的太好，我们就画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一串花就从这里开始。那我们先画这个下面的这个小花苞，下面是小花苞，我们就这样去点它，一点一笔就是一个小花苞。那我们两边点的时候，我们两边要有区别，两边不要画成太平均了，一样的，一边多可以一边少。哎，这距离我们拉近一点点，画这一串花的时候，距离拉近一点点。藤黄、太白、玫瑰红、胭脂、太青蓝，是的。好，这个紫藤花的最下面的这个最深色的颜色的地方。然后下面这个花苞是很小的，越到上面颜色越来越浅，然后花瓣是越来越大。我们在上面稍微的加一点太青蓝进来，加一点太青蓝，它就会变成一种紫色、紫红色的颜色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弄一点点太白进来，把这个太白放进来一起啊，把太白弄一点进来放到一起来画。玫瑰红、太青蓝调在一起，调成这种淡紫色，笔尖可以蘸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个花瓣会越来越大，越到上面这个花瓣它会越来越大。当然，我们画这个花瓣同样可以用这个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笔小的这种笔法去画。我们到上面我们可以反着来画。到上面的这个花瓣我们可以反笔来画。那有点带紫色，看到了吗？我们要加一点太青蓝进来。越往上面的花瓣颜色越来越浅。颜色越来越浅，带一点点浅紫色，一点蓝紫色。一点蓝紫色，然后我们画的时候不要太拘谨了，太拘谨了就是什么？太慢了，太慢。如果画太慢，可能这个花瓣还更加掌控不好。有大有小，不能全部是大的啊，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我们越来越浅啊，上面花瓣越来越浅颜色。再浅的，我们加一点太白进来。
好，我们这种浅色的，我们在中间也出现一点点，让它跟上面有一点呼应。这个是我们先画了一串，这一串的话，我们要把它串起来，还要把它串起来。那我们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，嫩叶子的颜色。嫩叶我们用这个藤黄3绿。我们画这个嫩枝干、嫩叶，我们用的是这个3绿加藤黄，然后调一点朱标，加一点胭脂，画这个藤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串花从哪里出来。来，把这个花柄把它画上。花柄画了之后，我们要画一下这个小花托，这个花上有这个小花托。那我们有些地方我们画一下这个花托，花托并不是说每个地方都看得到哈，所以我们画的时候要讲究这个疏密关系。因为有一些花托它是被这个花是遮住了，是看不见的。那我们在画的时候，不是说每个地方都画，有些地方画，有些地方不画。好，我们这个花的话，里面撞一下太白啊，撞一点太白，在这个根部的地方来一点点太白，来一点点太白加这个藤黄，来一点点太白和藤黄加在一起。撞一下，不是说也是一样，不是每个地方都撞，也是要有这个疏密关系啊，不要太多了，有些地方是看不见这种黄色的。好，这一串紫藤，这是第一串紫藤。那画了第一串紫藤，我们本身是要画第二串紫藤的，但是我们要画一点叶子先画一点叶子。因为有一些紫藤它是在叶子后面，就是我们不是说每一个紫藤每一串紫藤我们都是在最前面，所以我们画了一串紫藤之后，我们画一点叶子。叶子我们是用这个什么太极兰加藤黄，太极兰或者是花青加藤黄加墨都可以。我们这次用的是太极兰加藤黄。用花青加藤黄也是一样哈，也是可以的。太清蓝加藤黄，加点墨进来，来一点墨进来，就是不要让它太绿了，不让它太绿。好，我们画叶子的时候蘸上它，然后我们笔尖要蘸一点浓墨。笔尖蘸一点浓墨，这个浓墨蘸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不要蘸太多了。
画这个叶子的时候，我们叶子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。我们先还是把这个叶柄画出来。这里来一组叶子，这里来几组叶子，把这几组叶子画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层次上。好，我们这里画几组叶子，叶子也要有这种深浅的变化啊，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。那一笔大一笔小，我们要有这种大的，有这种不同的状态。这一边我们可以画一些侧面的，侧面的小小的过去就可以了。要有变化，不要画的像鱼骨一样的。那要有一些叶子比较大一点，有一些颜色比较浅一点。它在后面都这样子垂下来了这种状态，所以我们画的时候不要画的太平均了，没有这个层次感，就全部排队。如果每个叶子都排队的话，它就不好看了啊。把这个叶柄我们再把它加一下。好，这里我们先来一组叶子，然后先不管它，然后我们再从后面再去加花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再加花。我们从这个叶子后面这里再来一串花，这里再来一串花，就来颜色让它跟这一串稍微的有一点区别，让它每一串花的颜色稍微有一种渐变的颜色。这串花我们用这个太极蓝多一点点，调太极蓝，调一点这个胭脂，点下面的这个小花苞。好，它就在后面的这个层次啊，被挡住了。
那这一串深色的，我们后面再看从哪里再来加紫藤花啊？我们再来看从哪里再加紫藤花。我们这里再上一个藤上去啊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小的藤，从这里来一串，画一串下来，从这里画一串这个小的紫藤下来。这里下来一串啊。好，下面这个紫藤我们就点点点这个花苞，稍微的偏紫一点点。中间是有一些是没有掉了的，或者是怎样的。好，这一串小的，好，把它的这个花柄把它连上来。像我们画这个花柄的时候，如果说你看得见的，你尽量不要画的有平行的哈，尽量不要有平行的。可以有交叉，要有变化，要有长的、短的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，要画上它的小花托。这个基本上都是花苞的话，我们可以不用画那个什么，不用画那个藤黄进来，因为它这一串基本上还没有怎么开的，基本上都是一些花苞比较多。好，这两串都是比较紫一点的。我看一下哪里再来加哈，哪里再来加这个紫藤花。我们先画一些叶子吧，就是我们慢慢画，慢慢去往上去增加花。先该画叶子的地方，我们画一些叶子，让它有这种层次，前后的这种层次感。先画的就是在前面，后画的就是在后面啊。好，我们这个小花苞这里来一组这个嫩叶。小嫩叶，
好，一组小嫩叶，让它这个紫藤花这个叶子它都是有点这种往下垂的这种状态。感觉3个的分布的太平均了一点点，这里再来一组小的，这里来一组小的，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我们再来加一个藤吧，加一小串紫藤，从这个上面长一小串上来。垂下来，我们先画出它的这个花柄，然后再去加花，一边多一边少，这边多这边就少。好，画了一串小，这里再画一串小的，慢慢让这个画面慢慢的去丰富。那这个基本上在后面的这个层次，它可能稍微的颜色整体的颜色稍微要淡一点点。好，这里是一串小的。让它穿过来，它这里又多一个层次感。本来我们刚开始画是没有穿过来，但是现在我们让它又多一个层次感，我们让它穿下来。啊，让它有一点点重叠。那这一串小的紫藤的话，我们也要画一点这种小嫩叶上去，加一些小嫩叶。这里来几组这个小嫩叶，从这个上面也可以长一个小嫩叶出来。好，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这些地方再怎么丰富，我们要把它再加多一些，让它东西更多更丰富。现在这里还太单调了，太散了，是吧？有点散，这个空间感，这个空间太多了，我们再来继续加。怎么加？看一下啊。后面我们再来加一串后面的层次，在后面再加一个紫藤。所以在这边，我们看一下这边还要不要加一下。
还是一样的颜色，玫瑰红、太青蓝。水分太多了，水分不要太多。我们刚开始画这个小花苞的时候，水分不要太多了。那画上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水分多一些。那这朵花它就到上面来了，就是后面的这一朵，后面这一串啊。我们现在加这一组花的这种层次感，让它层次显得更加丰富。后面我们就不加太白，让它水分多一点。来看一下，我们后面要加一些这种淡淡的叶子啊。后面我们该加叶子，但是我们的叶子后面这个叶子的层次就越来越淡了颜色。那后面这个叶子，后面很多叶子我们可以用一点点不同颜色的，让这一块很密。偶尔来一点点深一点的叶子，就不能说全部是浅的，就有些地方又要跳出一点点深的。好，让中间这一块让它多起来，丰富起来。中间这种白的地方、非白的地方，我们有些地方把它填一下，就不要有这种非白的地方，直接把它都弄一点淡色进去，这一块就显得很厚、很多、很密。好，我们穿插一些枝干出来，然后这里再加一些这种层次，加一些这种后面的层次。我们这里再加一串淡淡的层次在后面，让这一块多的让它更多，好不好？所以来一串这个后面的淡淡的这种层次。
好，这后面又来一个层次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叶子上勾一下叶筋啊。叶子不需要勾得太复杂，也不需要勾太多。好，有一些淡的后面的层次，我们用一点点胭脂来，不需要勾太明显，轻轻的一下就可以了，不要太深了颜色。而且不需要勾得太明显，每一片叶子不用勾太明显，大概的点醒一下就可以了。花朵平面感什么原因？平面感就是颜色一样的，所以说我们呢要把颜色调到颜色要调的不一样，有这种颜色深浅变化，颜色要有深浅变化，它才会不一样。你看我们这一朵花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，这下面是最深的，下面是最深的，然后慢慢的这个颜色慢慢变浅，这样子一串花它才会显得透亮。如果说你调色上一朵花你全部用的一样的颜色，那么它肯定就是太平了啊，太平了就显得就是整幅画面就是平的。来看一下这幅画面，这个藤下面，这下面都是藤啊，上面一串花。然后我再看一下啊，有的时候画这个画的话，你要画完之后，画完一段时间之后，你要来看一下，观察一下，看哪里需要再去加一些东西什么之类的。
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串叶子，这里这个地方有点空，我们来一串叶子。有的地方像这里出一个枝，上来，两边长一些这种小叶子。好，这里长一串这种小叶子。小嫩叶啊，这里来一串小嫩叶，避免它那里把这个空缺的地方、太空的地方，我们把它补充一点东西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哪里，我们再来一串紫藤啊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再长一串紫藤出来。哇，这个水分太大了，长一些叶子。好，这一串紫藤是从朝下又垂下来的这种状态。还有这个紫藤的这个花柄，我们要有一些这种不要平行，一边多一边少，穿过来让它又有一个层次，一个穿插的这种层次。下面加一朵这个小花，小紫藤花。这一串我们红一点，用这个玫瑰红和这个胭脂。下面越来越大，等它干了之后，它可能就更淡了。好，我们来加一些叶子上来，加一些叶子。叶子要有变化啊，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。那它后面还有这个叶子的层次，这些枝干长到后面去了。
里面还有一些这种嫩叶的这种层次。好，这些细节上的我们再来画一些细节上的东西。假如说这个藤这里又冒出一个枝出来，一个小枝，一个小枝出来，我们又可以长一个小嫩叶。大家去观察这个紫藤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这样子的，冒一点这种小叶子出来？好，我们趁这个湿的时候勾一下叶茎。看一下还要不要加东西。如果我感觉再加的话，是不是太散了、太多了？所以不想再加了。我们再把这个藤整理一下。像我们把藤整理一下。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画一点小嫩芽吧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小叶子，让它有一些这种小的叶子的这种细节。然后把这个藤整理一下，用这个浓的墨啊，用这个焦的墨去整理。整理的时候不要有太多水分。把这些藤进行都整理一下，用这个焦的墨，比较浓的墨，画一些这种藤的这种纹路出来。当然纹路不要太平均了啊，让它这个藤有一点这种扭曲的这种状态，明白吗？让它有一点感觉有一点扭曲的这种状态。
上面来一些这种小的细节。这个加深一点。好，我们把这些藤该整理的都整理一下。用这个散锋啊，这个笔可以是散的，然后要用这个浓的墨，不要水分太多了，水分太多了你就可能就整理不好了。好，我看基本上这一幅基本上这样子差不多，我拿下去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这种扭曲，这种藤的这种扭曲的状态，你要表达一点点出来。这一块显得藤很多，很多藤。来，去给大家看一下前图。来看一下前图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上次还有上次这一条，来给大家一起看一下。这个是这两条是有一条是上次画的，有一条是上次画的。今天的这一条，今天画的是这一条。